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表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将致力于加强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嘉宾对中国的发展与机遇充满期待。他透露，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和人数基本已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布伦德表示，今年论坛的一大特点就是外国嘉宾对继续在中国举办的夏季达沃斯展现出极大兴趣。目前共有来自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政商精英及学者确认参会，其中巴巴多斯、蒙古国、新西兰和越南4国总理出席论坛并正式访问中国，沙特阿拉伯也派出了最大的官方代表团之一。开幕前一天，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天津分别会见了来访贵宾。李强在会见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时特别提到，一些国家提出降依赖、去风险，本质上是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不仅有违世贸组织倡导的自由贸易和非歧视的基本原则，也违背经济规律，最终阻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那我们知道，世界面临着下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疫情带来的这种疤痕效应，包括这个地缘冲突啊，包括美欧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这种负面溢出效应的影响，多重影响的下面世界经济是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李强总理参与此次的夏季达沃斯的峰会，他实际上正是向世界传递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全球贸易、经济全球化，尤其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这样一个信心。有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学者指出，现在西方很流行去风险的说法，以至于形成一个思维怪圈。越是面临地缘政治动荡，越想去风险；然而越是一心想去风险，越让发展让位于竞争对抗，最终加重了风险。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失去了发展，何来安全？只有坚持合作与发展，在发展中化解矛盾，用发展巩固安全，世界才能真正去风险。在这个过程中，秉持创新、合作与担当为底色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共同做大蛋糕，才是化解风险。实际上，多个重要的经济机构都对中国引擎继续拉动全球经济有信心。 I think the confidence is going to come from seeing cooperation from political leaders. In term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a specifically over a long period and Vietnam recently, I think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be grateful. They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 and the proportion of Asia to global growth at the moment is 70%.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在本月初发布的半年度全球经济展望中称，全球经济形势仍十分危险，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货币政策急剧收紧等均对全球经济带来冲击。今年以来，中国先后举办了多场重要论坛，包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等，每一场多边活动都是热火朝天，人气爆棚。实际上，美国也对中国市场十分重视。此前，美国商界代表团还抢先在该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前访问中国。另据美国彭博社27号引述匿名知情人士话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计划7月初访问北京。彭博社称，若成行，耶伦将是今年中美紧张关系加剧以来第2名访华的拜登政府核心幕僚。那最为关键的是，中美贸易摩擦5年的时间，其实美国出现了经济下行、风险上行的这样一个态势。它从原来的什么低增长啊、低利率啊，包括低债务，转变为高债务、高风险、高利率、高通胀、低增长的这样一个窘态。所以耶伦其实他多次在他的国会上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就是中美2个大国如果脱钩，那将是一个灾难性的。所以他其实多次表示希望访问中国。那我认为耶伦访问中国其实也是希望加强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解决中美之间的无论是经贸还是各个领域之间目前由于美方发起的这一系列的问题。瓦格纳事变平息后，美俄元首26号同步发声。普京说，任何武装叛乱都会被镇压。拜登强调，美国与瓦格纳事件没有关系。俄罗斯国防部透露，将收编瓦格纳武装，目前进展如何？瓦格纳叛乱事件平息后，俄总统普京会见了参与平叛的士兵和执法人员。他还发表电视讲话，感谢俄罗斯人的团结。
针对普里戈任声称俄罗斯政府拨款不足的指控，普京透露，过去的12个月内向瓦格纳提供了约合人民币73亿元的资金。俄军高层透露，有瓦格纳成员提前向政府报告了有人计划在6月22号至25号发动武装叛乱的重要信息。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接管瓦格纳集团重型武器装备的工作正在进行。另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卢卡申科证实普里戈任在白俄罗斯。美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称，普里戈任在明斯克所住的酒店是该城市为数不多的几家没有窗户的酒店之一。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首都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沃罗涅日州26号已解除反恐行动状态。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目前俄罗斯局势稳定。当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全国电视讲话。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сегодня еще раз обращаюсь ко всем гражданам России.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выдержку, сплоченность и патриотизм. Эта гражданская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 показала, что любой шантаж, попытки устроить внутреннюю смуту. 除了感谢俄罗斯人展现出的团结，普京还感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普京还强调，无论如何，武装叛乱都会被镇压。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讲话中没有提及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戈任的名字，他以组织叛乱的人来指称，批评这些人背叛了国家和瓦格纳战士。关于瓦格纳战士的后续安排，普京强调，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蒙骗利用的爱国者，并感谢他们在最后一刻停止，最终避免了流血冲突。Сегодня у вас е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должить службу России, заключив контракт с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обороны или другими силов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либо вернуться к своим родным и близким. Кто хочет, сможет уйти в Белоруссию. Данное мною обещание будет исполнено. 根据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前的居间调停谈判，普京承诺普里戈任和瓦格纳集团的成员可以去白俄罗斯，作为交换，这些人可以免受武装叛乱的指控。27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证实，已经正式撤销有关瓦格纳集团武装叛乱的刑事案件。26号，普京当天还与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及安全部门负责人举行了会议，感谢他们在瓦格纳叛乱事件期间的工作。普京下令复盘事件，并就之后面临的问题进行讨论。普京继续的沿用了瓦格纳叛乱的组织者，而没有提及到哪个具体的人或者人名。可以说，普京仍要以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为首要目标，以避免出现了具体的事件或者具体的人名来干扰整个俄罗斯对于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个所划定的路线和目标。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组织创始人普里戈任也在26号首度对外发声。他发表11分钟的录音讲话，强调他24号下令瓦格纳战士向莫斯科前进的目的是表达抗议，并非针对普京或企图推翻俄罗斯政府。Целью похода было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ВК «Вагнер» и привлечь к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тех лиц, которые своими не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совершили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ошибок в ходе СВО. 普里戈任还说，他发起的这次行动揭露了俄罗斯严重的安全问题，指责俄军未能保护国家。瓦格纳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行军780公里，并封锁了途中的所有军事单位。И нашим решением развернуться были два важнейших фактора. Первый фактор – это то, что мы не хотели пролить русскую кровь. Второй фактор – мы шли для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своего протеста, а не для свержения власти в стране. 普里戈任还透露了与俄罗斯当局达成协议的细节。瓦格纳集团将在6月30号前交出武器，7月1号停止运作，部队被收编纳入俄罗斯国防部管理。普里戈任表示，瓦格纳方面反对俄罗斯国防部的收编，只有少于2%的瓦格纳士兵愿意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约转为正规军人。
普里戈任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4号晚间，他乘坐一辆黑色 SUV 离开顿河畔罗斯托夫。克里姆林宫此前表示，普里戈任将前往白俄罗斯。有俄罗斯媒体报道称，26号有人看到普里戈任出现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一家酒店。美媒政治新闻网站称，普里戈任的私人飞机27号降落在白俄罗斯一军用机场，该机场距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约20公里。但英国天空电视台称，不确信普里戈任是否在飞机上。另据央视新闻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不清楚普里戈任现在在什么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据普里戈任透露，瓦格纳成员可能会被允许继续在白俄罗斯境内进行工作。他表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伸出了手，为瓦格纳在法律管辖范围内的进一步工作提出了解决方案，但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国际媒体对普里戈任的去向议论纷纷。俄罗斯学者马尔科夫分析称，由于普里戈任与卢卡申科有多年交情，他可能协助训练白俄罗斯军队。美联社、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则认为，即使普里戈任前往白俄罗斯，也不会待太久，因为他滞留太久的话，可能导致白俄罗斯与邻国的关系紧张。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就表示，如果普里戈任出现在白俄罗斯，可能是为了对华沙发动闪击战。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也表示，北约需要注意东翼的安全问题，该国将加强边境防御。值得注意的是，立陶宛将于7月主持北约峰会，届时将讨论相关议题。除了普里戈任本人，外界也高度关注瓦格纳作战人员的去向。俄罗斯国防部27号表示，瓦格纳集团向俄罗斯武装力量现役部队移交重型军事装备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观察指出，在经历武装叛乱之后，解除瓦格纳的重型武器装备对俄罗斯政府来说十分重要，虽然此举可能让俄整体战斗力减弱。有俄罗斯媒体报道称，瓦格纳集团人员已从俄罗斯南部利佩茨克州和沃罗涅日州撤离，但最终去向不明。美国政治新闻网发出普里戈任的部队现在怎么样了的疑问。文章称，如果普里戈任可信的话，他们中有2.5万人要么会回到他们原来的营地，要么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合同。可以说，就目前瓦格纳集团的士兵，他们背后的这种所处的这种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想真正的处理参与这起叛乱的士兵，我认为是比较困难的。对于普京来说，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冷处理，利用瓦格纳士兵可以积极的在乌克兰战场能够完成普京所对于乌克兰所设定的这种军事目标。让瓦格纳士兵这种将功补过。瓦格纳被认为是俄乌冲突中俄方的重要作战力量，曾在占领被称为绞肉机的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巴赫穆特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胜利也被认为是俄方自冲突以来取得的最重要胜利之一。据报道，瓦格纳雇佣兵的工资较高，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约为3000到5000美元，比俄罗斯正规军略高，但之后则一路水涨船高，加上不菲的绩效补贴，月收入可达1万美元。此外，除了军事订单，瓦格纳的经营还深入非洲和中东。普里戈任名下在外国拥有石油、矿产和木材等产业，是名副其实的寡头。分析指出，普里戈任和瓦格纳建立的庞大海外网络对俄罗斯政府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维持并扩大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借俄乌冲突不断扩大实力的瓦格纳已经十分庞大。普里戈任本人表现出的野心已经让俄罗斯和国际社会都吓了一跳。因此，下一阶段如何稳妥处理普里戈任及瓦格纳的资产及人员，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外界注意到，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25号表示，俄罗斯需要一部法律规范私营军事公司的活动。他认为瓦格纳是俄罗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没有取缔的必要。现在，俄罗斯国防部和总参谋部需要考虑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瓦格纳的潜力，可能有必要更换其领导层。